电力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过去在推 AI 的时候，大家都谈的是 AI 的算力，算力就是国力。可是，一般在跟政府或是非 AI 相关的人士沟通的时候呢，算力等于国力。那算力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他要投资多少钱，很难让一般人理解。可是后来呢，经过一些这个沟通，发现这个电力等于算力等于国力的这一套这个说法，更容易来跟这个政府机关沟通。因为变成电力的话，大家知道1度电是多少钱，然后大家知道这个1度电，这个电它的持续性都相对的是稳定。所以对于国家来讲，用电力来思考这些相关的规划，相对开始变得容易了解了。那我也相信台湾的政府也可以感受到，所以他们在做这些这个算力的规划，把它这个转换成电力的规划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让他们更了解电力应该要怎么样来思考。那就像我刚刚前面也讲的，我也没有参与政府的决策，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但是我感受到，似乎这个核电的这些政策已经开始有一点转环了，有一点转环，但是到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用电力来沟通，来取代用算力来沟通，政府的这个了解，对政府来讲，它更容易了解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产业就回流美国制造的一个趋势。那面对这样的条件下，台湾关税的政策跟美国的关税政策现在还没有确定那在这样一个趋势之下，台湾政府提出一个台湾模式，还有就是电工会提出一个就是类科学园区这样的2个模式在美国扩大生态系的这样的布局。那这个部分怎么去说服美国政府接受这样的条件或者是这样的模式，然后来推动这个台美之间关税的确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 AI 产业方兴未艾，不过全球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AI 算力需要庞大的电力，那电力又是国力的象征那台湾在这个 AI 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能源政策，特别是核能这一块，如何推动，然后提高台湾的那个供电能力，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法？谢谢。好，谢谢荣峰。我想有关于第一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参与实际的谈判，我是不太清楚他们谈到什么程度。但是在这个科学园区的这个做法上呢，我们跟 TIMA 也透过 TIMA 一起在朝这方面在努力。那这个目前的这个跟各方洽谈的结果各个国家的反应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就都会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把产业带过去，透过这个科学园区的这个模式。所以TIMA 这里呢，我们会跟 TIMA 这边非常密切的合作，然后非常积极的会推动，包括在美国、还有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的这方面的合作。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合作，可以帮助这个政府呢，在谈判上能够让他们更能够有一个这个 leverage 去帮助他们谈判。